孙坚，事到如今，还不弃械投降？哼！走。如今潼关已破，你败局已定。只要你放了太孙，我不杀你。你爹胆儿匍匐在我脚下求饶，若不是装死逃了过去，哪轮得到他在京中做伪帝啊？今日太孙在我手上，我才是天下正统。凭你小儿一句话，就想让我给你太孙？那你想要如何？哼！你和你的兵马即刻退出潼关，叫京中的伪帝写下诏书，昭告天下，自己得位不正，将大位归还于太孙。如今这关内的战局，你好像没有与我商谈的实力。哼！来，宁宁，这孩子才是先太子留下的唯一血脉，在你们李家，他才是嫡系正统。若是今日被杀了，你在天下人面前该如何交代？你那个伪帝父亲，在天下人面前又该如何交代？不要管我！杀了孙贼，还天下太平！杀了他！孙敬，你一代枭雄，如今竟拿个小儿做挡箭牌，岂不成了天下的笑话？你不必用激将法。你若是不退兵的话，就休怪我动手了。住手！我愿用我一命换取太孙一命。是情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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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！哼！是情郎，不要管我！不要！孙贼，还天下的！石七郎，不可，不可！石七郎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！好啊，秦王有如此气魄，那我孙某必定说到做到。秦王，你便自行了断吧。石七郎不可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别惊他，石七郎，杀进去！石七哥，不可！不要，石七哥！不要！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不要！秦王殿下，孙敬身边的是假太孙，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才是真正的太孙。你说什么？李念，你不愿意救太孙也就罢了，何必使出如此阴谋诡计，想用一个假太孙来换名正言顺绞杀真太孙的机会？大都督，你说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是假太孙，那你又如何证明你抓到的就是真太孙呢？哼！太孙身上有先太子的印鉴，我是连人带印，一并从韩畅手中夺过来。你们若是怀疑的话，那也不用争论什么了，我一剑砍了他便是。住手！动手啊，大都督！大都督就不曾怀疑云长将军韩畅如此忠心耿耿的先太子旧臣，在你擒到太孙以后，为何没有拼死追踪，召集人马救回太孙呢？至于这先太子印鉴，云长将军为何又偏偏要放在这孩子身上？他难道不知道
一旦你得到此物，便能确认这孩子的身份无疑了吗？是这。众将士，杀孙敬避风侯，赏黄金10000两。杀！先带太孙走，留着他还有用。太孙，韩将军，不然就你了，走。孙坚，你起兵弑君那日，可有想过会有一败涂地这一天？秦王殿下，此等逆贼，杀了便是。我英雄一世，我若是没有中毒的话，你们再多的人，也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！无知小儿，你妄想取我人头，我是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哼！这一对玉佩真是精致。我们两个一人一半，我会永远带在身上的，不离不弃，永不分离。
天泰元年，孙敬兵败潼关，自刎而亡。其妻魏国夫人及长子在逃亡路上被抓获。自此，孙敬谋逆之乱彻底平息。拖过去。来，这个鬼子，怎么样？校尉，怎么了？刚刚趁乱，有人将太孙劫走了，赶紧派人去追。是。齐王那边怎么办？我跟他说吧，你快去。好。韩英，辛苦你了，多亏有你才找到真正的太孙。如今孙敬已死，我们将太孙护送回朝，便大功告成。十七郎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你坦白，我带来的那个太孙是假的，真太孙确实是孙敬劫持的那个孩子。我本来已经安排好了，派人趁乱找机会把真太孙给救下来，但是没想到被人抢先了一步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去把真太孙追回来。十七郎，新人上，十七郎，追不上了。这些人可以趁乱救走太孙，身手如此利索，八成是韩将军和他的部属。太孙的安全应该无虞。如何能确定是韩畅和他的部属？如果被不轨之徒捡走呢？你明知道我答应过萧妃要救下太孙，可刚才你拿一个假太孙去诈孙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便他相信了，也可能会对真太孙不利？我自然想过。你知道有这么大的风险，你还要这么做？我心中已经反复衡量过了，有7、8成的把握，可以让孙敬相信，也可以救下太孙。7、8成，那剩下那2、3成呢？能救下太孙固然是最好的结果，如果中间有任何差池，那也是我办事不妥，与你无关。什么叫出了差池？是你办事不妥，与我无关。十七郎，有些话一定要我说出来吗？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？你此番要真的把太孙带回京，朝中上下不会因此掀起一番腥风血雨吗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想让陛下立太孙为储君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现在天下初定，人心浮动，朝野上下都能跟你一个想法吗？朝中宫中还经得起再一次祸起萧墙吗？哼！你如此深明大义，言辞有理，为何不事前与我商议？因为你知道，我一定不会答应什么。是，秦王殿下忠勇过人，早知道我刚才就不应该插手，就应该让你舍身取义，被天下人诸词称颂。等我以后路过的时候，也定会为殿下上2炷香的。小薇，这次的事儿都怪我，是我没能救回太孙。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虽然我让你带人去救太孙，但怎么也想不到，暗处居然有人潜伏。那些人8成是韩将军和他的部属，你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伤得怎么样？哦，我没事的，只是我听耳朵说，秦王当众给你发脾气，还跟你吵起来了。不要提他。孙敬走的匆忙，一把火就把书房全给烧了，东西呢也都烧了大半，这些
还是我带人在没有烧完的瓦砾底下搜到的。我终于知道，这朝中原来有人与孙敬暗中勾结，时时与他策应。但这些信中并没有落款，而且信里借用的是暗语，所以这个人我们暂时还找不到。十七郎，回到西长京之后，我们还是要提防一些。是啊。李逆攻下了潼关，派人急报回朝，还带回了孙敬的尸首。这帮朝臣在朝中吹捧他，又立下了不世之功。我这大哥也是难与之相争啊，只怕这东宫之位，还是要落到他李逆手上。有一位异人，一直想求见殿下，3番2次派人相请，我被纠缠不过，就见了他一面。他说他有妙计，能助殿下一臂之力。哦。此人自称姓柳，曾是崔乙的义子。我与他交谈一番，发现此人心机深沉，又曾是这样的身世。此人与崔家必是死敌，倒可一用。刘公子久仰了。殿下见笑了，谈何久仰？我如今只是一个飘零之人罢了。你既然是飘零之人，如何为本王效力？秦王如今收复潼关，大败孙敬，立下如此大的功劳，一旦回京，定会对东宫之位志在必得。殿下身为他的兄长，难道不觉得其势可危吗？还有我大哥居长呢，立嫡立长都轮不到他李逆。若是李逆娶了崔毅的独女，从此崔家军和镇西军一样，听从李逆的号令呢？到时候，即便是圣上，又能奈秦王何？别说殿下想要一争东宫，即便是想要做一个闲散的亲王，也无半分立锥之地了吧？李逆会娶崔氏独女？他们2人早有私情，不然殿下以为，凭什么就凭秦王一封书信，崔家军就能具体培元解围？凭什么秦王许诺给崔乙魏阳大将军的虚衔，崔乙就肯让出常州？凭什么镇西军就能和崔家军一同去攻打潼关？原来如此。殿下其实早就想好了吧？殿下是不是想派遣些人手，将秦王截杀在回京的路上？但殿下觉得，在万军护卫之中，若是要刺杀秦王，有几分把握？柳公子可有妙计啊？殿下不如出其不意，从崔林处下手。攻心为上，关心则乱。一旦他的心乱了，就必然会出纰漏。到时候，殿下便可趁此时机杀了秦王。计谋是好计谋，只是这实施起来有些棘手啊。殿下放心，我既献了这计策，定然会亲自率人马前往，为殿下效犬马之劳。不知事成之后，本王该如何谢柳公子？为殿下效劳，正是我心中所愿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愿殿下拨一些人马，供我驱使。这都好几天了。秦王在关里，咱们驻扎在关外，按理来说也不远哈。这个秦王殿下也真是，他自己不来就算了，也不派个人过来。小伟，你说秦王殿下是不是真的生气了？你操那么多心干嘛？秦王生不生气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看啊，你之前跟秦王殿下那么好，那这次不就是因为太孙的事情
才生了嫌隙嘛。桃子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平时没有这么啰嗦。哦，我只是在想，秦王殿下该不会是病了吧？最近时气交替，忽冷忽热的。我可是听说，关里好多人最近都病了，连那个耳朵也感染风寒了。你要是心疼谢长耳，你自己给他送药去。不，我才不去呢。小伟，只要你一天不搭理秦王，我也绝对不会搭理那个耳朵的。我绝对不会搭理他的。耳朵，桃子，桃子，你终于来了。校尉怎么说？他还是那个样子，我都跟他说了半晌了，他连提都不愿意提到秦王。那这可怎么办？我来的时候，老鲍他们千叮万嘱啊，说一定要拜托你说和校尉和石七郎。你是不知道，石七郎现在心里憋着一团火，每天4更天不到就起来练剑，非得拉着我们一起。每天不是练剑就是练枪，再不然就是军营里操练阵法，我们实在是受不了。你跟我说这些也没用，小姐那边我也是一点法子都没有。哎，要不你让你们家秦王装个病呗？这样的话我也好跟小姐说，让她去探秦王的病。秦王要是肯装病，就不会每天4更天起来练剑了。那怎么办呀？老鲍，老鲍，怎么样？桃子怎么说呀？桃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，可是我觉得不妥。他要是不肯装病的话，那咱们就真的让他小病一场吧。那，你把这个给他，他吃了以后自然就病了。到时候我就跟小姐说，秦王病了，让他探他病去。这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？哎，我觉得甚是妥当。老鲍，我说耳朵啊，你可不知道，石七郎昨天晚上拉着我巡营巡了半夜，今晨3更又把我叫起来，非让我陪着他练剑。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过了。你不去下药，我去下药。哎，老鲍，这样不行，万一……什么万一啊？他再不病2天，我就先疯了。他还是病2天吧，要不然我真疯了。哎，老鲍，老鲍。这个做个记号，掐过的是有药的，没掐过的是没药的，掐过的是有药的，没掐过是没药的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练了半晌剑，饿了吧？我让厨房新做的，来，先吃点吧。厨房怎么会做这种西点？哎，孙记的厨子不是还活着吗？我让他做的呀，试试他手艺。哎，你看这点心，做的又精巧又好看，尝尝吧。哎，你看，好吃。好吃。好吃吧？确实好吃。好吃吧？怎么了，老鲍？不舒服了？哇，味道真好啊！咱们是兄弟，你居然坑
我！哎呦！老爸，老爸，投毒这种事情，我可是斥候出身，你居然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！你天天拉着我骑3更睡5更，不是练剑就是练枪，你居然还要换让我吃这个下药的点心！哎呦！我要跟你绝交！我要跟你绝交！哎呦！公子，真的要对校尉不利吗？这种毒药，接收人只肯给咱们1份，说是他们接触最珍贵的秘药，只要吃下去之后并无中毒之兆，如同生了重病一般，连最好的大夫也看不出来。若是不得解药的话，数日之后便会殒命。阿莹若不出事，李逆就不会乱；李逆不乱，就更无法杀了李逆，也无法劫走阿莹。去吧，小心行事。是。小姐，怎么了？我看看。早上起来就不舒服，现在头疼得很厉害。这么凉，肯定是发热了。原来是发热。老爸，怎么退步这么多啊？我以前就打不过你。再说了，我拉肚子拉了好几天了，人都虚脱了，你也不手下留情。哎呦，你这还来真了你这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什么事？桃子来了，他说有急事要找你。不见。石七郎，他有急事啊？他能有什么急事？要是军中的事，就让他写了文书送到我们军中去。齐王殿下身为盟友，难道要见死不救吗？放开！齐王，什么事？我们家校尉病了，病得很严重。你们家校尉病了，你去找大夫，找我做什么？我自幼就给校尉号脉，深知他的体质。这一次真的病得太奇怪了，先是突然高烧不退，我给他施针喂药，都没有任何的效果。今天校尉已经昏睡不醒了，殿下，你快去看看他吧，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重病。你都看不好，那就更应该找大夫。你，齐王真是铁石心肠。旁的不说，我们崔家军总是振兴军的盟友吧？便是看在盟军之情，你也不能如此对待。你真是好狠的心！石七，桃子，桃子。我说你啊，怎么这么狠心啊？少在这里装模作样了，我还不知道你们玩什么花招吗？刚开始想让我生病，眼见不成，只好让他去生病，是吧？这次真的跟我没关系，我发誓。还是去看看吧，万一他真的病了。
定要挺住！我已经命人骑了快马，去报知大将军了。他一定会很快赶来的。你一定要挺住，小姐。石七郎，是我。月明星稀，如此良夜。哈哈，石七郎，走，一起巡营去。你最近不天天嚷嚷着要睡觉，让你巡营各种推脱不去，怎么今天这么主动啊？哎呀，今天晚上不一样，我精神抖擞啊。我陪你去巡营啊，免得你干别的事情。不干什么别的事情？哈哈，不干别的事情，那再好不过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我今晚就陪你一个通宵，到某镇点兵。走吧，走走走走走。今天晚上咱们就把每一个角落仔仔细细的给他巡个遍。小姐，小姐，桃子，桃子，药好了，这是我按你的吩咐去附近大集镇药铺买的药材，然后我亲自蹲在炉子边看着熬的，时辰一点也没错。小姐，药来了，小姐，药给我。小姐，药来了，喝了就好了。小姐，小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张开嘴巴，咱们喝了药就好了。小姐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你喝口药吧，小姐。小姐。桃子，我这就去叫石七郎，这一次我就是拖也要把他拖过来。你别去，他就是个薄情寡性的人，你让他来做什么？不是的，他一定不知道何校尉病成这样，石七郎不是这样子的人。你在这儿帮我守着小姐，我现在去传令三军，严加防备。他现在病成这个样子，绝不能让外人知道，有机可乘。好。对了，等我回来以后，你就先走吧，以免误了军中典卯。不，我就在这里陪着你。你是镇西军中的人，万一大将军回来，看见小姐这个样子，我怕他会杀了你。公子，怎么样？青蛙还是没有出来。真是没有想到啊，李密居然是如此薄情寡义之人。阿英果然是看错了他。公子，校尉已经毒发3天了，今夜若是不服解药的话，等到天亮，即使服了药也会有损寿元。再等等。哎，石七郎，别走啊！这才4更呢，回去那么早做什么呀？所有营地都巡完了，不走留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再巡一遍啊！不都说好了吗？我陪你到天明啊！我还有事。什么事儿啊？这经理派来的信我都还没看呢。哎呀，明天看不就完了吗？又不是什么急事儿。那我要睡觉去。哎，你前几天每天晚上怎么教训我的？不困，咱不困。你今天就是故意的是吧？哈哈哈，还真让你说对了，我就是故意的。行，那我们继续啊。继续，走走走。哼，拦不住我了吧？
公子，天快亮了。真是没想到，阿英如此聪颖，却所托非人。崔家军今夜已经加强了戒备，如果等到天亮，只怕入帐不易。这解药，去吧。先给阿英服下解药。是。好的。秦王殿下来做什么？你们家校尉真的生病了吗？我们家校尉好得很，不劳殿下挂心了。他是不是真的生病了？当然没有了。殿下放尊重些，这是我们崔家军的营地。殿下要是再这样，我就要命人将殿下逐出去了。桃子，你和谁在外面说话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慢点。来，我看看。我没事儿。把你急坏了吧？我真的很担心。阿英，你真的生病了？你哪里不舒服？现在好一些了吗？秦王请自重，只是小疾，不劳秦王费心了。桃子，哎，你先出去一下吧，我有些话，我想对秦王说。小姐，你才刚醒过来，我在这儿陪你吧。没事，放心吧。去吧。阿英，你心中恼恨我诓骗你，这些天我也想了许多。即便是重来宴会，我还是会那样做。我不后悔自己的做法，因为我认为，无论是真太孙还是假太孙，都不值得你拿自己的命去换。你现在病了，我们不要说这些了。前日我发高热、昏昏沉沉的时候，心里盼着你能来看我。人在生病的时候，总是很脆弱。我自幼丧母，身边也没有几个亲人。如今除了父亲，也就是你待我最亲了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倘若你能来看我，那就证明我在你心里还是要比很多其他事、其他人要重要的。如果你来了，纵然生气，但是我可以把事情跟你分说清楚，这样下一次你也能明白我的心思。但是你没来，我知道你还是恼恨我的。我没有恼恨你，在我心里，你比任何一个人都重要。殿下就不要说这些昧着良心的话了。那我也跟你说几句我的心里话。我想告诉你，什么秦王，什么元帅，我都不稀罕。
我只想完成萧妃娘娘的托付，然后再和你一起回到劳兰观，去看天高云淡。石七郎，但是你回不去了。你的父亲是当今的天子，孙敬已死，天下大定。你的2位兄长就像豺狼虎豹一样，你放心把天下交到他们2人手中吗？我说过了，救回太孙，我会力劝陛下立太孙为储君。太孙今年才几岁？太孙年幼，资质如何，天分如何？如果等他长大了是一个庸才，又如何能执掌天下呢？太孙是天下正统，理应继承皇位。况且他天资颇佳，也会有无数能臣辅佐他，日后必成大器。你认为你的2个哥哥会让太孙活到成年吗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觉得我应该去成这个储位。没错，因为我认为你才是适合成为这个天下之主的人。你宽厚仁慈，心怀天下，你会怜悯百姓，你军功赫赫又善于掌兵，国朝两都是你收复的，天下叛乱也是你平定的。如果立你为太子，那朝中的大臣是不会反对的，朝中没了纷争，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。石七郎，你会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好君主。如果将来你继位做皇帝，那未来的几十年都将是太平盛世。人各有志，有的人想权倾天下，而我只想信守承诺，等天下太平，和你一起去劳兰关戍围边疆。倘若我不愿意跟你回劳兰关呢？人各有志，有的人想权倾天下，而我只想信守承诺，等天下太平，和你一起去劳兰关戍围边疆。倘若我不愿意跟你回劳兰关呢？我知道我不能勉强你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同我一起，因为我心悦你。秦王，请回吧。我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完。你走吧。既然我们都无法说服彼此，那就用一段时日，都好好想一想。那日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跟你说起话，但我明白你的心思。你是因为爱重我，才不愿意看到我用性命去换别人。如果那日我们楚秦互换，我想我也会这么做。现在说这些，也有什么意思？你快回去吧，不要耽误了军中点卯。
结束人。这些都是接说人，你回去告诉裴元，让他带兵出双护驾。我去引开他们，你先赶回去。是，快。发现有些不对，我觉得也有些不对，偏偏跟着皇帝老儿出来，不让咱们带兵器，大家伙放警惕些。
出了什么事了？父皇莫怕。皇上，父皇，有儿臣护驾，有儿臣护驾呢。有刺客护驾，抓李密！没想到接收人竟然派出乌洛身边最精干的神剑队。不是咱们今日，能否赶到西长境？传令，亲卫骑重装换马，与我等急行。亲卫骑重装换马，立刻及时。是。护驾呀！护驾！护驾！皇上，护驾！车是空的，秦王不在。俊儿，这刺客怎么叫你殿下呀？啊！皇上，既然不肯杀秦王，就由我来代劳吧。谁让我生在这帝王家的？这些刺客都是你找来的。我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竟然要流放我呀！你禅位于我，你退位去西内待着，好好的去做太上皇可好啊？俊儿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秦王弑君谋反，护驾！好你个李来，我竟然没有看出你是如此吃里扒外的货色，给我杀了秦王！我赏黄金万两，封官户口。俊儿，你这是要造反呐！你竟然要杀自己的亲弟弟！陛下，先躲躲吧。你个吃里扒外的货色！不要挣扎了，大哥！你去死吧！真是那个搬弄是非、渔翁得利之人呐！我这么多年来如此相信你，谁让我们生在帝王家的？
怎么样？我没事，石七郎。石七郎，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二哥，怎么样？父皇呢？啊！秦王与信王一起谋逆，护卫陛下，给我杀了秦王！都没事吧？没事。兔崽子们，来呀！来呀！兔崽子，来呀！给我射死他！有弓箭手，你们快撤！
你护着石七郎先走，我来殿后。老三！
射死他！射呀，射呀，射呀！快射呀！快上啊！叫你们上，我把黄河一脉全都给你们结束！上上上啊！ 老三，老三，起来，你起来！拜见陛下，崔大将军，快请快请，幸亏你来了，救了朕这一回啊！为陛下，陛下上马！哎，崔大将军，你不能走。十七郎，十七郎，我来了，星星，我来了，你看看我，十七郎，十七郎。 哥，你说话，哥，你说话呀！带你回家了，我马上带你回家了，哥，你说话呀，哥，带你回家，带你回老乐关了，哥啊！ 十七郎，你醒醒！十七郎，十七郎，
第二弯就是那。我好生难过。我知道。大家说好了，待到结葭归田，就回三里冢赵家村。可是他们都死了。老婆，跟我打了这么多年仗，大的、小的，险象环生，他都没事。他总说我们这些老兵游子上天不熟，上天不熟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石七郎。
群众后，是老鸨教我如何在沙漠里寻水，如何在绝境里求生，怎么烤虫子吃，怎么做一个好纸猴。他常说。 他说：“我是百年一遇的人才。”他还常常说：“说可惜，我是一个皇室贵胄，学了这一身本事，也无用武之处。” 还好你没事，不然的话，只怕我会跟小姐一样，每天忧心如焚，只想守着你。但是老鸨他们死了，我好后悔啊！如果我当时还能再跑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他们就不会死，他们就不会死，他们就不会死，不会死，不会死，不会死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好了，好了，不是你的错，
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，不要这样。你跟秦王真的都是拼了命去救他的。真的不是你的错，真的。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小姐，小姐，齐王不见了。别的本事没有，闹他个天翻地覆这种事儿，再拿手不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赵二哥，
沈七郎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等以后老了不打仗了，我们呀都从楼兰关回三里松。你要是闲了，就来看我们吧。来看我们，来看我们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也许你。知道，我从来都不信什么神佛，也从来不许愿。但是那几天，你昏迷不醒的时候，太医说你这次伤得太重了，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。那个时候，我想去跪拜这世界所有的神佛，虔诚的许愿。你曾经说，奶娘说过，如果有什么心愿，就放一只竹蜻蜓，等竹蜻蜓落地的时候，心愿就可以实现了。这些竹蜻蜓都是你在昏迷不醒的时候，我在你床前想的。石七郎，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为了我，再傻的事情你都愿意做。我也是这样。什么傻事，我也都是愿意的。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，但是我们只有好好活着，活下去，才能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。只有活着，
有希望，才能救更多的人。所以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怎么全身都疼啊？陛下深宫无碍，只是心绪沉重。微臣告退。哎呦，真难受，真疼啊！陛下，太医刚刚请过平安脉，说并无大碍。可是，我现在还是觉得全身特别的疼。哎呦，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会觉得有刺客杀出来。哎呦，我这一宿都不敢睡，只能点着灯。陛下，陛下受了那么大的惊吓，哎，如果换做常人的话，早就给吓破胆了。陛下只是稍有不适而已，已经是泰山崩于前不色变的境界了。贵商说的对，可是我这身上真是疼啊！你说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陛下，既然您圣功不遇，那就册立秦王为太子，并令太子监国吧。秦王不是也受了重伤，还在养伤呢吗？哦，陛下，秦王年轻，受再重的伤，那调养几日也就好了。陛下，圣功要紧，如若不好好休养，这关爱社稷大事呀。哎呀，秦王和齐王多好的孩子，没想到被接说人利用了。我听说接说人善用药，他们肯定是给信王和齐王下了迷魂药，所以他们俩才会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陛下，信王、齐王谋刺圣驾，罪无可恕。依照国法，十恶不赦，该当处以极刑。但是陛下宽厚仁慈，还是按照王爵之礼安葬了他们，并且赦免了他们的家眷。行了，臣知道。陛下，崔大将军已经押着接说的俘虏回京，不如就命秦王代替陛下与宗庙献俘吧。朕就是不想见这些接说人，一想到他们，我就想到我的来儿。那臣就替陛下下旨给礼部，准备册立太子大典吧。陛下，还有一事得请您定夺。白水关大捷之后，崔家军陆续撤回了瀛州，这其中的军费花了几万万钱。您看我们兵部实在是……哎呦，朕头疼得很。哎呀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，都去问太子吧。但是陛下，还有一事必须由您定夺。这崔家军有救驾之功，你看如何颁赏啊？还怎么颁赏啊？这个崔氏女马上就要封为太子妃，而这崔乙已经做到了双份的大将军了。你说还怎么升他的官，怎么赏他呢？陛下，臣正要谏言，秦王可为太子，但崔氏女万万不可为太子妃。哎，崔乙不是要从众多皇子里选一个嫁女吗？陛下，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彼时孙敬刚死，江山社稷未稳，陛下也尚未立储。这崔家势大，又占据了东都，随时可以效仿孙敬之举，所以他才胆敢上书。
要求择皇子为婿，但陛下也未曾答应啊，只是含糊其辞而已。顾相说的对，朕从来没有答应过他。他以为他上了奏书，朕就必须依他。但是陛下，这恐怕有些不妥吧？陛下明鉴万里，所以当日才含糊其辞，有何不妥？崔氏女是万万不可为太子妃，武将跋扈，那崔毅性情骄纵，眼高于顶。况且崔家军上上下下都对其忠心耿耿，若为外戚的话，朝中是万难钳制。难道还要再养出一个孙敬来吗？顾相说的对，崔氏女绝对不能成为太子妃。但是陛下，太子对崔氏女一往情深，恐怕太子李逆还没成为太子呢。再说了，就算他是太子，他就能目无君父，抗旨不遵吗？哼，老百姓的婚姻也都是父母之命啊，媒妁之言。哼，既然是朕册立他为太子，那么太子妃的人选，朕总还说得算吧？哼！陛下息怒，裴大将军也是私心猜度，其实太子也未必是执意要娶崔氏女。陛下说得对，太子呢就应该有君父之忧，为天下计，顾全大局。陛下所选定的储君，难道这点气度还没有吗？小姐，今日又没见着秦王。昨天去的时候，小裴将军还说秦王殿下已经醒了，客客气气地收了我替您送的东西。我心想，今日怎么也能见秦王一面，没想到连小裴将军都没见着，随便打发了个奴仆来搪塞我，东西也不肯收，说是府中无人做主。没见着就没见着吧，秦王殿下身受重伤，刚刚苏醒，不愿见外人也是应该的。我怎么能算外人呢？从前奶娘还在的时候，我常常陪您去秦王府，也没见谁把咱们当外人啊。再说了，那个崔小姐进了秦王府就没出来过，没日没夜的陪着秦王，怎么咱们反倒成外人了？殿下和从前不一样了。从前咱们出入秦王府，那是殿下念着我帮他找到奶娘的情谊。如今奶娘也不在了，一时见不到她，也是常理。殿下怎么和从前不一样了？信王、齐王谋逆，秦王护驾身受重伤。陛下3个儿子，如今只剩下1个了。你说，秦王还能如同从前那般吗？小姐，这么说你要做太子妃啦？秋翠，人在得意之时最不能忘形，就冲你刚刚这番得意忘形之言，就该罚打你手掌心10下。一定要记住，以后不能再有此狂妄之言。是。十七郎，天气凉了，我给你做件衣服吧。这府里还有这么多衣服呢。你以前总说我都没有给你做过什么，所以我想亲手给你做一件。来，给你量一下。看一下，
你最近都瘦了呢。你以前没替我量过身，怎么知道我瘦？我以前抱过你啊，所以自然是知道你瘦了。从来都没有抱过我，都是我去抱你。这不是抱你了吗？我给你变个戏法好不好？啊？你看，把它塞到我的手里面，塞。都塞进去了，吹一口气。看，你再吹一口气。看，没了。你看一下自己左边的袖子，有什么东西？没有东西吗？那你摸一摸你的袖子，右边。我的？你傻呀！我可曾是斥候。你想借着给我量身，将发簪藏到我的袖子里。你这戏法变的，这么大个误解，我能察觉不到吗？嗯。谢谢。以前都是老鲍烤羊，黄大哥、超二哥咱们喝酒，没想到现在。耳朵，你身上有伤，还是以茶代酒吧。来，让我们敬老鲍他们。敬老鲍。其实这一次，殿下还没醒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崔小姐十分的镇定，内心其实很佩服她。还有，特别要多谢桃子姑娘，要不是你在殿下身边天天施针，殿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呢。其实啊，也多亏御医他们开的方子十分对症，只是他们对治疗内伤不是很有经验。好在皇宫内躺的药材都十分精良，不然恐怕秦王也不会那么快醒过来。其实这一次，我还有件事情，想拜托桃子姑娘。小裴将军但说无妨。我想请桃子姑娘去劝一劝崔小姐，让她能劝一劝秦王殿下。现在朝中的诸臣，皆以为秦王殿下
必为太子。但是前王殿下自己却不以为然，信王、齐王皆在谋逆中身死，朝局震动，群臣内心不安。但我是知道他的，他是想回劳兰关了。但是如果他现在不当这个太子的话，只怕乱局又起，天下难以太平。小裴将军的用心良苦，我都明白。只是我们家小姐特别有主意，方才那些话我也不好同她讲。其实最重要的是，这些毕竟还是秦王和我们家小姐自己的事儿。你说呢，耳朵？小裴将军，其实我跟桃子已经商量过了，十七郎和崔小姐的有些事情，我们不会再多嘴。就好像我跟桃子有些事情，我们也不会再跟他们说。是我迂腐了，喝酒。十七郎，我就不进去了。这青云观我没来过，想四处随喜参拜一番。见过萧真人。殿下请坐。今日朝中之事，想必真人都已经知晓。信王与齐王，真没想到如此丧心病狂。幸亏陛下与殿下都能安然无恙。之前曾经答应过真人，要劝父皇立玄泽为储君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我信任殿下，才将太孙托付给殿下。殿下是一诺千金之人，所以今日才特意入关来见我。其实殿下内心早已深知，如今的情势，殿下恐怕不得不为储君。如今朝中不安，太孙乃一介质子，他如今没有这个能力，因此大变之举。我也明白殿下此时的心中是有万千恼恨，就如同我当日明明不愿做太子妃，却要假作欢欢喜喜地嫁入东宫。人生在世，有那么多不情愿之事，活在当下，顺势而为，落子无悔。你不是不信这些吗？
世间有万般不得已，人生譬如朝露，忍不住有所贪恋，有所求。这漫天神佛，或许会垂怜一二。我知道你是求你，不能说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玄泽，母妃，我真的好想你呀，母妃。让母妃看看，玄泽，你还好吗？让你受委屈了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孩子。我再也不想离开你了，母妃也不会离开你了，母妃也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母妃，我再也不想和你分开了，母妃也再不会分开。原来青云观的神树长这个样子。秦王殿下，多感殿下相助，今日又特意亲自护送，太孙殿下才得以平安归来。韩将军客气了，是礼是期，多感韩将军重意。这位韩将军，还真的是可以写入青史的人物呢。是啊，从前我也只想做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，御敌于国门外，让敌人听到我的名字就闻风丧胆。秦王殿下的名头，倒是也可以指小儿叶帖呢。其实我心里知道，劳兰关是回不去了。我亲眼看着兄长们背叛父亲，其实他们都是死在对权力的渴求和无法控制的野心之下。之前我总是很想回劳兰关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我想回的并不是劳兰关，而是想要回到过去那种简单的、没有心机的、开心的日子。我太清楚，一旦成为储君，恐怕就要做很多身不由己的事。一个闲散之人和一国储君要担当的责任完全不同。从前我不知道，亦或是我知道，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。
我阿娘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也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想回到阿娘还在身边的日子。阿英，我心里其实都明白，你我所思所求，其实都是殊途同归。我们都想天下太平，百姓们不再流离失所，文官清廉，武官不惧死，所有人都能过上好日子。选择年幼，是无法担此重任。若他当储君，到亲政，还有漫长的10余年。这10余年里，父皇是没有办法担当天下的。既然无人担当，那么就由我自己来担当。赵家村，老包他们是回不去了。可这天下要何止一个赵家村？有千千万万的游子，更有千千万万因战乱分离的夫妻、父母、儿女。我深悔，我深悔没能救得了老包他们。但我现在有个机会，我现在有个机会可以救更多的人。我要救更多的人。天泰元年，岁次乙未，皇帝若曰：“唯尔秦王逆，孝而克忠，业而能勇，业著于内，救于天下之危，承祀宗庙社稷，筹资列辟，亲弱前修，是用命尔为皇太子，王亲哉！而其敬贤以德，宽仁于内，无怠无荒，故保我宗基，可不甚于。”谢陛下。陛下，陛下似乎闷闷不乐呀。今天太子又和崔氏女一起出城去了，好多人都看到了，现在都把他当成趣闻来讲。哎，陛下明鉴，今时今日，确实不宜选崔氏女为太子妃。崔家势大，选这样一位太子妃，于太子无益，亦于朝局无益。将来，陛下必然要削弱裁撤崔家军，若崔氏为太子妃，定成阻碍。皇后说得对，说得太对了。可要是崔氏女不行的话，
那就得选一个出色的名门之女做太子妃。那日赐宴崔氏，我冷眼旁观，觉得故相之女顾婉娘不错。嘿，皇后都说好，而且又是故乡的女儿，看来此女甚为出色啊！好，太好了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三小姐的丫鬟春玲将我狠狠嘲讽了一番，说什么如今秦王每日与崔小姐同进同出，天下人皆知秦王要娶崔小姐了，又说崔小姐那么厉害，能文能武，小姐您就甭小想太子妃之位了，还说等崔小姐做了太子妃，就要好好看小姐您的笑话。那你怎么说？我牢牢记住小姐您的吩咐，一句话都没敢多说，就赶紧低头走了。就这样，春玲领着一群丫鬟对我好一阵嘲笑。得意之时不忘形，失意之时不颓唐，这才是大家风范。再说了，与秦王同进同出，岂是闺秀应有的贞静之举？若崔小姐做得太子妃，那自然无妨。可若最后旁人成了太子妃，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。小姐说的是，我就睁大我的眼睛好好看着，看这位崔小姐到底能不能做太子妃。陛下，既已立太子，还望早日为太子殿下册立太子妃，早诞皇嗣，以固国本。臣附议，应从名门世家中广选良缘，择其优，为太子殿下册立太子妃良娣、宝琳。陛下，战乱始平，天下初定，儿臣觉得，此时不应该广选良缘，惊扰民间。太子说的有理，这个时候大选良缘，甚为不妥。还是先册立太子妃吧。朕觉得故相第六女甚是出色，可以选作太子妃。陛下，臣女德薄能显，岂能堪配太子？陛下，崔乙之女崔氏，陛下原属意以她做皇子妃，如今以她做太子妃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裴卿此言差矣。崔乙狂妄，上了奏书，说要在皇子中挑选一个为婿。朕从未答应，朝臣们也颇多反对。再说，在这个时候以崔氏为太子妃，很不妥当。陛下圣明，崔乙自领崔家军10万众，气焰嚣张，此时万万不可再立崔氏女为太子妃，否则必成昼夜之患。臣附议，崔氏女万万不可册为太子妃。臣附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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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附议。陛下，儿臣觉得如今谈婚姻之事尚早。如今北有接受未灭，西有秦军未定，南有百越未平，敌未灭，何以为家呢？娶妻生子，人伦大事，怎能说敌未灭，何以为家呢？陛下圣明，太子殿下已早册立太子妃，为圣朝万年之计，延绵宗嗣。陛下圣明，太子殿下已早册立太子妃，为圣朝万年之计，延绵宗嗣。
七郎，尝一尝。你这匆匆到这儿来，不光是为了讨碗茶喝吧？石七郎，陛下和群臣的意思，想必你也明白了。崔乙现在已经是平凉卫阳大将军，虽然他交卸了朔州道行军大总管的职务，但崔乙家军10万余众，只听令于崔乙一个人的。父女相传，太子妃焉能手握重兵啊？更何况，如果这个崔乙真的成了外戚，必定难以控御，恐生外戚之祸。是裴大将军让你跟我说的？不是，父亲的意思是不想让殿下为难呐。但是我觉得必须要告知殿下，咱们方才有回旋的余地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其实今日你已经看到了，朝中群臣10有8九都是作死班相。连你也觉得我不应该娶阿英？石七郎，其实我是知道你的，你对崔小姐一往情深。但是石七郎，如果你真要娶崔小姐为太子妃的话，朝中群臣是不可能容忍崔家军的。现在不比从前了，现在已经天下太平，裁撤各路兵马那是势在必行的事情。就连镇西军的部分冗员也已经在陆续裁撤了。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明白，崔家军不受朝中管辖，而且人数众多。如果现在裁撤，他们还可以解甲归田；倘若将来尾大不掉，后面不得不兵戎相见的话，那才是惨痛之极、无可救药的境况。必定会有两全其美之法。石七郎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其实崔小姐呢，通情达理，只要你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的去劝她，我觉得不行，不能这么对待她。哎，饭早啊。小姐，这个点心还真是好吃哎，怎么吃都吃不腻。有一种很清淡的玫瑰香，还有荔枝的味道，确实不甜不腻。小姐，我跟耳朵都已经商量好了，之后呢，我们也要开一家这样的店，专门卖这种好吃的点心。是个好主意。等你的店开起来，我一定要第一个光顾。那你可得多买一点哦。那还用说吗？肯定买非常多。一会儿再帮我买一些玫瑰、荔枝、樱花酪，我要送人。小姐，你是不是要送给殿下？才不给他！不送给殿下，那我送给谁呀？保密。老有那么多小秘密。马步，稳住，注意力要集中，走。累吗？不累。再来。很好，再来。用力。来。多亏崔小姐，还想着我这方外之人，带着这么精美的点心来看我。也是想到太孙还是小孩子嘛，肯定爱吃此物，所以就特意送来了。殿下已经被册立为太子，权责也不再是太孙。崔小姐，今后莫要再做此称呼。是。说实话，
这10余年来，未尝有今日之殊心。虽然这是方外之地，不染繁华，但就像是久归之人，思心甚喜呀。是，我看真人刚才看着玄泽的时候，满脸笑意，只觉得万事皆足。崔小姐，马上就该成为太子妃了吧？未为可知。太子与崔小姐两情相悦，崔小姐必会成为太子妃。只是，实不相瞒，我内心甚觉可惜。世人只知太子为储君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；世人亦只知太子妃为储后，内命腹中，自皇后之下，最为贵重。可是哪有人知道，作为太子妃，有万般难处啊！真人刚才说，这10余年来，未尝有今日之殊心。是啊，孙敬之乱时，我含垢忍辱，卧薪尝胆。可是我作为太子妃之时，又何尝有一日是随心所欲的呢？如果真做了太子妃，你就会失去自我。你的喜怒哀乐、所思所想都不重要了。你的命运和储君的作为、王朝的兴衰，紧紧地附在一起，再也不能挣脱开了。太子妃的身份是荣耀，也是禁锢。真人当初心悦过贤太子吗？我若心悦过，难道这万般难处就不是难处了吗？许多事都是太子妃的职责所在啊。真人大义，确实无愧于贤太子。其实我所求，不过是无愧于心罢了。人生在世，最难的，就是无愧于心了。我与崔小姐只是寥寥数面之缘，今日是我话多了。真人外道了。大约从古至今，没有一位太子妃与另外一位太子妃做心腹之语，这是一段缘分。殿下，顾小姐免礼，约我到此，不知所为何事？是婉娘唐突了，贸然相约，实为婉娘惶恐万分。婉娘知道殿下与崔小姐早已有白首之约，万万没料到，陛下竟然指名提及婉娘。婉娘也不知道陛下为何忽有此意。若殿下允许，婉娘可请家父带上奏书，就说婉娘身子不好，不适婚配。婉娘自愿出家为道。顾小姐多虑了，怎能因为陛下的一句戏言，便耽误了你的终身呢？可人都说，君无戏言。婉娘实在不愿殿下因婉娘的缘故，耽误了与崔小姐的姻缘，或与崔小姐生了嫌隙。婉娘真的自愿出家为道。真的没什么事，你放心。阿英与我，绝对不会因为他人而生了嫌隙。
多谢崔小姐来看我们娘娘。娘娘她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。从前在宫中，自不必多说了。自从接回了玄泽，娘娘的脸上才有了笑意。崔小姐来看望她，她的眼中也有了神采。真是难为崔小姐，每句话都能说在娘娘的心坎上。本来也是不好意思来打扰真人的清修，但是一想到其实玄泽还是个孩子，真人这么多年心力交瘁，实在不易，所以就想常来看看，不要嫌我聒噪才好呢。哪里，锦娘自是整日盼望着您能来。娘娘她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也是盼着您来的。阿莹，殿下来接崔小姐了，那就恕锦娘多揽不远送了。真人那儿之后要是缺什么，随时到府上来找我或者桃子都行。好。玄泽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你怎么不去看看他？小孩子心思敏感，他又一直颠沛流离，才刚到这里，我怕我去看他，反倒令他困扰。不会的，韩将军把他教得很好，萧妃娘娘也把他照顾得很好呢。是不是有些拘着他了？你这个人，又怕拘着他，又怕他困扰，自己又不去看他，到底怎么样才好？小姐，那是不是殿下和崔小姐啊？等等，我怎么感觉咱们刚刚说的这番话是不是有些不对啊？严父慈母，我怎么感觉我变成慈母，你却是个严父呢？我呢，处处在为孩子开脱，你呢，干脆利索。谁跟你严父慈母？我看你倒是讨打得狠。嘿，讨。上车。萧妃娘娘和玄泽总算是安定下来了。玄泽又长高了不少，练起武来也是有模有样。如今战乱初定，这天下就像孩子一样，需要慢慢养成，休养生息。我打算等到明年春上的时候，劝父皇减免赋税，那些无主的荒田，着人一一丈量，据登记，分发给贫苦之人。如此一来，百姓的负担必然会减轻不少。之前战乱四起，不少人原本都是善良的百姓，为了活命被迫落草为寇，还有不少流民在各处府州徘徊，时日一久，早晚会生祸患。是，我心中也在思量此事。像黄大哥他们，明明也是良善之人，却因为战乱和横征暴敛，被迫陷入入里。送你样东西。这好可爱啊！这个是我吗？我的腿哪有这么短啊？这个是你，脸好圆。但我又不会画啊。这个针哪有这么大啊？那太细了，不显眼嘛，只能往大了画了。你给我画的那幅皇孙劳作图啊，我现在都裱得好好的呢。什么时候再画一幅你自己送给我？你就不能自己画吗？我画成这样，你又不满意。
看着看着习惯了，挺好看。想说，你看这个。眼睛这么大，脸这么圆，我把我们所有经历的事情都一一画了下来，这后面也留白了，就等咱们将来两个人一起画，好不好？嗯。这一生还很长呢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。画完一册，再画下一册，下一册画完再画下下册。等咱们将来老了呢，一页一页的翻看，多有意思。嗯。阿爹，阿爹，裴大将军来访，都说什么了？他说，陛下与朝中诸臣都反对你做太子妃，我反唇相讥，他却喟然长叹，说殿下与你两情相悦。像他那样的老头子，难道想傍他鸳鸯？他劝我，为今之计，若裁撤全部崔家军，10万将士齐齐解甲归田，你才可能有机会驾驭李逆做太子妃。不过阿爹，现在天下平定，朝廷肯定是想裁撤兵马，镇西军自不必说了，咱们崔家军肯定是首当其冲的。若不是接说偷袭白水关，估计啊，朝中会更快裁撤咱们全部崔家军。阿爹，现在县府已闭，不然您还是快点回瀛州吧。您这样久担京都，于崔家军于朝廷都一生变故。若是朝廷真的有意要撤裁咱们崔家军，我真的担心有人会对阿爹不利。那你呢？你不跟阿爹一块回去啊？我要是跟阿爹一起走，必定会有一番猜忌的。我就留在荆州嘛，也没什么大碍。哼，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李逆那小子。阿爹，您不是总骂他傻吗？他既然那么傻，那女儿就留下来，帮他一把。哼，女生外向，什么时候见你这般维护爹爹了？都成天惦记着要帮一个外人。依我看呢，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才解气。好了，阿爹，别生气了，来喝杯茶。人家现在都是当太子的人了，您这样还要抽他一顿，那你也别想脱身走了。公子，吃点干粮吧。我不饿，你吃吧。我也不饿。公子，你服了接说的药，
若是不按时再服药的话，就会经过寸断而死。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回击若缺。乌洛首领把他最信任的神剑队都交给了我，但却全军覆没。如今李逆倒是坐上了太子，我绝不会让他和阿莹在一起。看来得冒险入京一趟。公子的意思是，孙敬留下来的那个人，这一次不得不用。父亲，父亲。哦，婉儿来了。过来坐吧。父亲可是劳累了。刚刚来了一位多年老友，说了一会儿话，一时之间就走了神。父亲唤婉娘来，可是有事要说。是啊，如今这朝廷上上下下对册立太子妃一事纷扰不断，想必应该是父亲的手笔。咱们这位陛下呀，是个软耳根，听风便是雨，稍加劝说就能如我们所愿。现在崔氏女不能被册封一事，已经达成共识。就算太子殿下想要一意孤行，也必然是拗不过陛下的旨意和群臣的极力反对。但咱们这位太子殿下和崔小姐，都不是一般人，他们若是齐心协力，只怕是计谋百出，各有办法。所以得想个办法，能够让太子殿下跟这位崔小姐不能够齐心协力呀。父亲为相10余载，再难的公事，到了父亲手里，还不是妥妥帖帖？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？太子妃所育之子，未来亦是天子。能不能让天子唤您一声阿翁，就在此一举了。你怎么穿成这样躺在这儿？过来。阿莹，崔伯父走的时候给你留了多少人手啊？我怎么感觉这府里完全不设防？我穿成这样，行动这么不便，我刚进来的时候，就差拆窗破墙了，就这都没有人发现拦住我。京里虽然太平了，但也要防范一些。所以殿下这是一下朝，衣裳都没来得及换，就直奔我这儿来了。你都不知道，今日崔伯父辞京而去，这朝中又一片哗然，一个个逼着我娶太子妃，一个个又逼着不让我娶你，吵来吵去，我便反驳了2句。好了，这些大臣哭的哭，喊的喊，我父皇又趁机骂了我一顿，烦都烦死了。谁是你崔伯父？你不是吧？这崔伯父一走，你就不认了？阿莹，我们私奔吧。哼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殿下这是想要跟我私奔到哪儿去呢？要不你先回瀛州，我去跟那些大臣说，我谁也不娶，谁爱娶太子妃谁娶。然后我就找个由头，直奔瀛州，咱们拜堂成亲，生他个7、8个娃娃，都不用7、8个，
等生到第3个，说不定大臣们就绷不住了，就会让你做太子妃。殿下知不知道，要生7、8个娃娃需要花多长时间？我知道，总得个10年8年吧。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朝中政务又不能不管。若我一走，我的那位父皇，又不知道异想天开，又能干出什么事。到时候我还得收拾残局。不然这样吧，我还是回瀛州去。反正呢，我只想做你的妻子，又不想做太子妃。到时候，你常来看我就是了。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？我现在是太子，你却不做太子妃，那谁做？说这种话，看我不罚你！殿下，小裴将军来了，说有要事商议。免礼。带人犯。杰硕身力不加礼，见过皇帝陛下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了，你说你要出手，到底出手何人？家里要出手崔乙，